你这样去画的话呢，对你来说你是没有突破的，只是按照以往的惯性去画了一个之前没画过的图而已，没有建立新的观察方法，新的对人体的认识。从人体中去找到它的胸腔，找到它的肱骨、屈室、锁骨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骨骼的结构上，再去找它的颈部柱体、肩胸部的肌肉结构、胸大肌、肩三角肌，然后手臂的柱体，去搭建它的结构。这样的话，它的结构是从内到外，从外到内，它是有紧密的联系的。你这个一看就是从外形上面去抄了一个轮廓，然后照着图的明暗加了一点这种小调子。而且你看你这个人非常的僵，实际上这个人的胸腔它是倾斜的。如果有从内到外去搭建它的结构这个逻辑，那么你画人的时候，这个动态内在的联系，这个人的韵律、动感，你就能够把握得住，而不是仅是从图的这个表象上去抄。有了这个理解，画画就会变得更加的主观，更加主动，摆脱掉抄照片，抓动态，抓结构，抓各个结构之间的联系。先看上面这张胸腔，胸腔上端的圆面参考脖子，比脖子细一些可以，跟脖子差不多也可以，这个不能画太大。胸腔的侧面轮廓在身体上面，人体的外轮廓是这样的，那为什么胸腔要结束在这儿呢？如果胸腔结束在这儿的话，这一条的骨前的趋势是什么来的呢？这就缺少对结构的分析。这个结构内部的结构和外部的造型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，胸腔应该到这儿，外形才能够形成这样的造型。它的胸腔开口它是向外打开的，不要直接就这样凹过去，不要画成这个样子，因为从侧面看它是顶起来的，这是剑突，这是扩开的这个部分。那么如果说画成你画的这个形状的话呢，从侧面看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感觉这样的不好看，看上缺了一块一样。胸腔上端的圆面要在锁骨头的下面，这是锁骨头，锁骨头在什么位置呢？它在胸骨的上面，这是胸骨柄，下面是胸骨体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它是第一对肋软骨，然后往后走第一对肋骨。所以说概括起来的话，胸腔上端的圆面是在这儿，这个锁骨是在圆面的上面，而且胸腔的形状它也不是这样圆的，上窄下宽。你看这胸腔怎么能画出人体表呢？它在身体里边是肯定的，它不能超过人体的外轮廓。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边界，手臂圆柱为啥在这里要缩进去呢？整个手臂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么我们从这里截断，它就是这样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把它画成这个样子？像那个啤酒瓶口，你这个结构的规律呢，我觉得掌握的还好啊。现在呢，接下来差的呢就是，结构的真实性，就是对于真实的结构缺少观察，画的时候要多看，不然的话呢，只画一些概念的东西了。你观察完了之后，你再去画，你就能够画的更加的自然，更加生动。这个脖子就太小了，这边肩为啥这么大呀？抬起来的肩三角肌它是顶起来的，不是体积整个变大了。然后胸大肌的指点也应该被向外拽才对，这是这样的一个趋势。抬起来的手臂横截面应该更圆更大，这样才有抬起来的这个感觉。我看这张脖子画粗了，先看看胸腔，胸腔外轮廓到这儿，然后外轮廓上面有一个弧度，那这个弧度是怎么来的？它是胸腔顶起来的，所以说胸腔按照这个弧度来找，胸腔的最下端大概到这儿，脐孔往上一点的位置，胸腔上端的圆面小一点，然后胸腔整个最宽的地方在这儿，第8肋的地方，胸腔下端的开口是向外打开的，你这个画的有点这个缩进去了啊，掐到中间去了，这是一个。然后把胸腔这个形状调过来，颈部的朝向比例找准，然后肩三角肌呢应该大一点，肩三角肌的指点在这儿，大概和胸大肌的下边缘在一个水平位上面，在一条趋势上。这个角度的圆柱应该是哪个朝向的？它的横截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这边肩三角肌的形状画没了，手臂圆柱，圆柱的朝向，圆柱的横截面，胸大肌上面的线不要这么去画。
它是这样的，但是不能这样画。下面这个胸腔呢也是有问题，胸腔上的圆面在这个略仰视的角度看应该扁一些，然后胸骨就是胸腔的朝向，下端打开，胸腔下端的开口向外打开，最宽的地方在第8肋，靠近体表的地方也是这里，这个是它胸腔大概的样子。这是一个略微仰视的。颈部柱体上端的这个横截面就不会太圆，应该扁一些。然后这一侧是抬起来的手臂，抬起来的肩三角肌把这个肩峰锁骨外端遮住，然后胸大肌和肩三角肌一起转到后边去，在这里是看不到它的指点的，所以说在这里就不应该画出来，这画出来就错了。抬起来的这个手臂圆柱，这横截面应该圆一些，胸大肌和肩三角肌一起被拽过去，它们是搭在这个柱体上面的感觉。